这是原告和我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，保金就由咱爸的退休金里出。我听说以前争论得很激烈呀，我还以为钱是你们出的呢，合着羊毛出在羊身上。被告律师注意措辞。你们1分钱没出，也没给我当事人任何报酬，拿出这些微信聊天记录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你们是亲兄妹，又不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，难道还要签个劳动合同不成？要是真有合同，你们大可以去民仪庭起诉。妹妹别担心，他们要起诉就让他们去好了，这个案子我免费替你代理。您别偷换概念，对，我们也没提什么合同不合同啊，我们只是想证明，卢慧兰这个人啊，她非常迷糊，她想私贪我爸爸的退休金，我爸爸的死啊，她有责任的，非常有责任。这是卢慧兰过去1个月的流水：医保外买药每月820元，带老爷子去理疗每次80，1月320，食品、通信，处处都需要钱，每个月至少3、4千。冬季、夏季，老年病多发季节，每个月至少7、8千块钱。可你们老爷子每月退休金就3、4千呀，你们说他贪了什么呢？等会儿啊，卢慧兰，你别仗着这字儿小啊就糊弄我们，还说把钱都花在咱爸身上了。那电影票怎么回事啊？你好悠闲，还有空看电影呢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哥，咱爸就这么一个爱好，他拿自己的退休金看个电影咋了？那是爸的退休金，是用这个退休金可以买保险。爸走了以后能有一大笔钱，可这跟爸有啥关系啊？我就想用这笔钱给爸买点好吃的，买点衣服。我带他出去转转，看看电影，带他去公园走走。你别提逛公园，你一提我就满肚子气。那去年冬天咱爸发烧烧成什么样？大冬天的，你带他去逛公园，不就是因为你带他逛公园逛的吗？憋了1个冬天了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大太阳，爸想出去走走。那还有去年夏天，你做的早餐，咱爸吃了跑肚拉稀啊，那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你拿着隔夜的饭给他煮稀粥？你这不是啊？就这么照顾老爸的？太不像话了！哎，这不就是典型的谁做的多错的多吗？好马死在战场上，好车早晚叮当响。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万年呢？那他是躲在乌龟壳里边不动弹呢。哎，你怎么骂人啊？哎，法官大人，这律师骂人呢啊！是啊，他这是在骂人啊！被告代理人，你还有新的证据要提交吗？我这儿有一份街坊邻居们的证人证言，还有亲友们32名的联名信，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我的当事人卢慧兰对死者生前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是一个非常暖心孝顺的女儿。行了，你还是想搞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一套。谁不说呢？算了吧，法官的时间很宝贵。法官，我认为这份证明材料非常重要，请您。好了，这些情况本庭在之前的庭审之中已经基本了解了。如果没有新的证据，本庭开始宣判。现在，全体起立。这样。卢光友、卢爱民诉卢慧兰遗产继承权纠纷一案，本庭判决如下：一、死者卢建国遗留现金存款人民币32890元，由长子卢光友和次子卢爱民各继承1/2，即每人16445元人民币。二、卢建国生前饲养的金毛宠物犬归三女卢慧兰所有。三、死者位于青城区北3条巷嘉泰小区2居室房产1套，建筑面积83平米，有2子1女共同继承，其中长子卢光友对父亲生前所尽赡养义务较少，本庭判决其继承其中15%的份额。什么？是，这不对吧？次子卢爱民与父亲居所一街之隔，对父亲病情不闻不问，亦未能尽子女赡养的义务。本庭判决其继承其中15%的份额。我怎么尽义务少了？
啊，赡养费每个月800块，我少过1分吗？你们是枉法判决！你这就是瞎判呐！啊，我对我父亲还不闻不问呢。你问问他，来，去年在街心公园的时候，带着我老爸，我是不是给他拧壶盖、掖毯子呢？这都是细节，你们看不到的。原告，请你们保持肃静。卢慧兰作为死者的幼女，悉心照顾瘫痪父亲长达7年，期间亲朋好友、医生邻居有口皆碑，完美诠释了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。本庭判决其继承父亲遗留房产的70%。黑法官，我不服，我要去告你们！反正绝对不服啊！你们呢，也就是个基层法院，说了不算的。是，我上诉，上诉，上诉！上诉是你们的权利，不过我提醒你们，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之内必须上诉，否则超过15日，本判决立即生效。用不着提醒啊。还可以吧？安静！别上诉！安静！这就是上诉！走！厉害，真厉害！妹妹，案子赢了，赢了。我对秦律师也算有个交代了。是，您一定替我谢谢秦律师啊！多亏他劝我，还得谢谢您。哎，您这么忙，你先去忙吧，还专门为我出庭。你别听秦律师忽悠，我忙什么呀？我一天天的打球，这个门面呢，就是秦律师在撑着呢。要不是当初他上门来找工作，我早就打算收摊退休了。他这么折腾折腾，我也好有点零花钱用。你猜怎么着？他这么一折腾啊，又把我胃口吊起来了。真要是关了啊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您可千万别关，这附近这么多老百姓，您要把这小门脸关了，他们找谁去啊？你看这个周围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，但是我每次看到，我心里都怵得慌。我那天幸亏是推开您这小门脸，遇到了秦律师，要不然我冲不到现在。好，冲你这句话，我不关了，不关，不关啊！对了，我还忘了，谢谢那个舒法官，我在那个法庭上我都懵了。不用，法官们都明白着呢。他不图你这事，谢谢。付出与过失，常常在亲情的账簿上留下最不对等的记录。那些日复一日的守护与操劳，难以被量化，也常常在最后的清算中被轻易遗忘。而以此迫于无奈，源于善意的偶然过失，却可能像一道惊雷被无限放大，成为否定全部的证据。这构成了人性中最无奈的悖论。做得越多的人，背负的审判枷锁往往越重。当责任成为一种习惯，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，任何一次意外都足以将长久积累的恩义清零。我们太习惯于用结果来逆向审判过程，那个在漫长时光里默默支撑着家庭重负的身影，其价值为何如此轻易的就被一个悲剧性的意外完全抵消？当亲情被置于利益的聚光灯下，法律或许能裁定财产的归属，但真正需要被看见和珍视的是那些在漫长岁月里被忽略的温柔。真正需要被救赎的是悲剧发生后，人被对错逻辑遮蔽的满是无奈与伤痕的爱的真相。为每段人生转身，楼宇之间奔忙，柴米油盐中翻滚那生活的巨浪，听发条宁静的声响，准备好星夜见证的理想，为了要抵达的远方，先逆流而上，我会走向人海，故事跌宕
脚下的路就算曲折也期待，我会奔向未来，扫进你我心间深爱，去寻回温暖留下候鸟归来。我只想珍惜当下，如果我们现在就停在此时此刻，那么以后我们每一次见面都要压抑着彼此的感情，只有遗憾。金姐，哎，静姐，你这个太帅了，你简直是我偶像。姓龙的那两兄弟脑子进水了，这种官司都好意思出来打。当时被告不同意尸检，我在想这下完了，原告肯定抓住这个机会不放。上纲上线，还好我们找到了线索证明啊，这保险的保金啊不是他俩出的，要不然真得去民医庭再打一场官司了。这个官司啊，他们未必真的会打，毕竟卢慧兰能不能拿出30多万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证明卢慧兰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错误频出，她错的越多，也就分的越少。你们知道一开始有多悬吗？我真的以为金姐要接受原告的追责主张，心想保金万一是他俩出的，那作为破药的卢慧兰可就麻烦了。我幸好虚惊一场。在这个案子里，老爷子究竟因为什么而死？保险到底买没买？当时用谁的钱买的，根本就不重要，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胡搅蛮缠。这条路行不通，就开始拿没买的保险说事儿，这么揪下去可就没完没了了。做得多永远都错得多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。卢慧兰她错的再多，也是在尽孝中的失误。那两个活宝哥哥就不同了，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当然就什么都不错了。如果我今天同意了他们的诉求，剥夺了卢慧兰的继承权，那今后这种多子女的老人家庭还有谁会去管？那大家都袖手旁观的，等着分遗产不就好了吗？是啊，谁管谁伤心，有心管的都被吓跑了。没错，你们看到两兄弟走的时候那个劲头没？我觉得他们指定不能心甘情愿的就接受现在这个结果。依我看，他们不然就是上诉，再不然就是投诉了。谁要闹呢？让他们去闹呗，大不了影响我的上诉率。中院的法官也是父母生父母养的，我才不相信他们会支持这种行为。有道理。哎，小匡，娱乐呢？怎么没看见他呀？乐姐，他去拿他的豪华午餐了。还豪华午餐，一天到晚真幸福。那我坐里面来了。嗯。您好，我是今天过来入职的，叫秦瑞。你好，我帮您尝一下。坐吧。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。你也应该知道，融合律所每年的淘汰率，要想留在律所，不是光靠努力就能成功的。作为律师，你的学历没有他们高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来。特色，在我看来啊，你有别于一些精英律师，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你的优势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两种风格相融合。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之后你工作能力不行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给你的合同看了吗？看了，这是一份3年前建强集团收购润宇的合同。我发现里面的有一些条款啊，还是过于宽松，特别是违约条款的比例是最低的。但是我也查了一下，当年的润宇其实是非常抢手的。建强集团愿意这么做，我觉得也是为了抢占先机。言简意赅来说，就是要擦亮眼睛，审时度势，掂对斤两。看来真是下功夫了。原则上你说的也没错，但是别光用你做家事庭案子的那套话语体系了。这个风格与咱们融合不适配，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马太效应，强者恒强，战略互惠。马太效应，强者恒强。
行，我明白了，我会调整的。咱们律所啊，一直都会给商学院录制一些课程，还有论坛。下个月论坛的内容是关于上市公司读懂连带责任的，主讲人是咱们所的高级合伙人，参与论坛的嘉宾们也都是咱们律所的重要客户，你要跟着去熏陶熏陶啊。好，江大法官，这么晚了还在忙呢？你看，我就说我回去陪你嘛，你又跑我这儿了。我不需要你陪，我今儿啊就是陪何婷来高院开座谈会，顺路过来看看你。哦，那你这是要投身于我们法院的建筑系了？那走吧，带你去转一圈去。你这儿不是故宫有什么好参观的？忙你的。哟，最近这么多案子呀？朋友，你要真需要我陪呢，我是真可以出去陪你喝一杯。我不需要你陪，我又不是小孩儿，闹脾气，失恋了还需要兄弟陪我出去买醉，多丢人！哎，不丢人，陈贤志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你现在失恋了，更是像婴儿一样脆弱，哪怕你就是现在想哭都不丢人。哎，哥们，肩膀借你哭，来哭，去，你该忙什么忙你的，你这么多案子要是忙不完，你们庭长啊可得掐死你。掐死我也认了啊！今天可是你妈，兄弟第一，走吧。哎，我不挖组织墙角，你就安心工作，该干嘛干嘛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就当我不存在，啊，忙你的。那我真忙了。你忙你的。你还记得不？咱们大学大二实习去北海中院分组的时候啊，接待处的处长问我们，以后想去哪个庭？你咋说的？唉，除了刑庭哪儿都行。哎，我当时就是特别讨厌那个带队的辅导员。我呢和你完全相反，我说的是呀，除了刑庭以外都不考虑。结果啊，你现在到刑庭扎根了，而我呢分到了家事庭。这家事庭只是你职业生涯的一段路啊！你不是即将要到高院来陪我并肩战斗了吗？磨叽什么呀？我可没说家事庭不好的意思啊，我那时候啊就对我爸擅自替我做主有意见。唉，其实这段时间吧，在家事庭的经历也对我来说挺宝贵的。快表扬我！我今天干了件大事儿，我把我的投影仪和显微镜连一块儿了。快累死我了！啊，这么多书啊！你这是大理石的纹路吗？你投什么都行，别把你那血糊淋拉的照片往墙上投就行。收到，金主大人。既然受到了您的恩泽，当然是您说什么是什么啦。但是你所谓的这个大理石纹路啊，其实就是尸体心脏上的。什么？你别老瞎胡说这些，你别吓唬我啊！听你说这个我都要睡不着觉了。你今天怎么背了这么一大坨书回来啊？未来1个月我要把这些书看完。楼律说让我去参加一个经济论坛，我真又没去过，而且这方面的知识我又不懂，所以就想着把这些知识都得啃一啃吧。而且还不是跟他去，跟着一个姓叶的律师去。总不能丢了楼律的脸吧？我们家秦小瑞可真是够努力的哦。哎，
我妈带的红烧肉，你晚上可以当夜宵吃。还是你惦记我。这都给我推的什么呀？哎，你忙你的，啊，别管我。我真正的真爱是权力，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将它征服。不要说有谁将它从我身边夺走，即便是有人不怀好意的看上一眼，我也会无比心疼。这是秦始皇说的吗？秦始皇怎么可能说这话呢？都是这些八卦博主杜撰的吧？人家秦始皇多伟大呀！再说了，这些话和他的性格有什么违和之处吗？啊，人家说他建立了皇后制度，但是人家一生都没有立后。你这八卦是不是学得挺好吗？去！我佩服他的一点啊，不在于他是千古一帝，而是在于啊，他创立了一种新的秩序。要是没有他，你这名字啊，今儿都不知道怎么写的呢。工作结束了，喝一杯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啊？怎么那么磨叽啊你？一会儿你别哭啊。你别哭。我哭什么？我又没失恋。走。走。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有一个相爱的人，一辈子有人陪，就算经历风风雨雨，也都有个伴，不害怕，不孤单。他都会拉着你的手，支持你，两个人就这么幸福的过一生，多好啊！让我做破晓的风。可是，选择做一个大律师，真的找到适合我自己的职业，我的使命，人生没有遗憾的去追求理想，是不是？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呢。让我做破晓的风，吹散所有苦痛。让我做单扇的窗。秦瑞，你选的没错，这才是你的舞台，不能放弃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邀请函。可以了。哎，女士，那个节目录制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您不要随便走动。啊，没事，我给叶律师送个东西，我跟他一块儿来的。不行，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边落座。麻烦你通融一下，我放那上面下来。哎，不行，这边请。好，请您这边落座。欢迎各位嘉宾们这边请入场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经济圆桌会。首先，请许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，他们是
融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叶明珠律师，欢迎您。著名经济学家、国伟经济研究中心名誉院长任海平先生，欢迎您。天海大学经济学教授梁建华教授，欢迎您。最后呢，还有风云财经栏目主编魏东主编，欢迎您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去年11月，金人药业证券纠纷案的一审判决落下了帷幕。有5名曾任或在职的独立董事被判承担连带责任，并赔偿3.69亿元。那叶律师，您作为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对此您是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我认为，怎么回事印象老师来看一下。我来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资料，你看你用不用得上？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刚才的会场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下面我们的会议继续。叶律师，关于您问的独立董事责任问题，我认为可以参考中国证监会2022年1月5日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。你们俩一会儿跟住了啊，多抓细节啊。哎，好嘞。您好，女士，您是来参加圆桌会的吗？麻烦签个到吧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女士，干嘛呀你动手啊？那您出示一下要怎么不让进吗？就必须从独立董事的制度层面着手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宁院长，您夫人白女士来了，在门口闹事呢。到这儿来了？对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那个刚才有嘉宾休息的那地方，休息室，我带你去。哎呀，没有就不能进了吗？女士，您不能进，这边不让进。任海平，你做贼心虚吗？见着我的缩着头。干嘛呀？干嘛？起来！任海平，老娘要逮着你了！你赶紧滚出来！您别推他！您别推他！别拽他！哎，别推他！哎，哎，你不要这么小！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，她是我夫人，我那个嗓子都喊哑。你别在这装了！大家别往前挤了。文燕，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？为什么？不能。哎呀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好不好？我跟我夫人之间就是因为家里的事儿有一些小矛盾，一点小误会。你们在看小误会呀？什么误会呀？要不是我稍微没看新闻，都不知道你早就回了天海啊！我是昨天晚上我在外地，组委会给我打电话，临时收到的通知，让我来参加。任海平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外边有别的家了？我外边有别的家啊。你能不能像一个正常女人一样就去思维？你不要有疑心病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疑心病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你没有疑心病？我没有。我白天开会，我是不是跟你说开会？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视频？我晚上告诉你了，今天晚上陪领导吃饭，你说跟哪个领导？我不应该打吗？你以为少男少女啊？我们是老夫老妻了，你都是3个孩子的妈了。任海平，你醒醒吧！我醒醒。你知道你不回家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事实分居。真有心眼儿啊！你真有心眼儿啊你！我跟你说好了，我不跟你吵。我今天开会，我不想在这跟你吵吵，我不想跟你吵吵，好不好？你不想过是吧？啊！我也不想过。少说院长，你嫌我没有别的人，为什么？哪都是你就是个大人！你婆子怎么了？大人怎么了？
羊汤来了，这羊汤是送的啊，喝完了再添。谢谢练奶奶，谢谢练婷。尝尝我这新的辣椒油啊，辣椒油配羊汤，那叫一个香啊！那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哎，先生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啊，你们嘉士亭呢就应该跟练记合作。这但凡来调解，什么都别说，先来碗羊汤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一碗羊汤下去，人世间就没什么好计较的了。好主意啊！什么好主意啊？一人一碗汤，你让我赔死啊？给你钱呀！少来，赶紧喝了啊！哎，喝完了叫我。好嘞，好嘞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经纪人说会。首先，请许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，他们是融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叶明珠律师，欢迎您。著名经济学家，这不是楼月同事吗？你们家楼月在融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家楼月，他现在已经是高级合伙人了。早知他混这么好，当初我就该问他要分手费，狠狠敲他一笔，让他每次看到余额的时候都想起我，永远忘不了我。你咋是这样的人呢？别人还为了你付出青春了呢。这男人的青春就不是青春了。我跟你说，当年他备考法考的时候，每天5点钟我爬起来给他占座了。跟你说了，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，而我呢，我更伟大。我是一块送他上青云的垫脚石。别自恋了，你现在已经是上一块垫脚石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看了，关了关了。行行行。哎，你看那是谁？你这可是本尊啊，都有点认不出来了。你这煮个羊汤还挺享受，还有背景音乐呢。你来了啊，这锅马上就好啊。行了行了，你让别人忙活去吧，把衣服换上，我开车送你去。开车？去哪儿？见樊师兄啊，你忘了？哎呦，我已经忘了跟你说了，我跟他约在羊汤馆，马上就过来了啊。约这儿干嘛呀？这闹哄哄的，怎么聊？想安静楼上雅座，哪儿安静啊？安静是安静，还有羊膻味儿啊。哎呀，羊膻味儿啊！你是觉得我跟你丢人了，还是配不上你这个法律工作者的威严？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先把衣服换上，啊，香水也给你带过来了，喷一喷去味儿。哎，换。你换一下吧，好歹聊工作，你尊重一下别人啊。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，我们聊天啊，主要就是为了叙旧。这份工作啊，我不想去。这为什么呀？好不容易的机会。哎呦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份工作不适合咱们家。你是怕出差是吧？我都说了，我可以配合你。很多事情啊，一旦开始了，那叫做身不由己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都习惯了，我真不想折腾。不想折腾什么呀？你看了那么多书，就为了在这里洗羊肉？你成宿的背法条，就是为了泡羊汤里当粉条吃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待在羊汤馆是在自甘堕落？我告诉你，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。你享受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徐婷退休那天晚上，你喝醉了，哇哇哇的吐。我知道你想回去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。你怕人家笑话你是吧？你现在堂堂正正的回去做法务，一样可以在法律界东山再起。你干嘛非要待在羊汤馆里呢？到底是谁怕别人看不起？是谁在乎我曾经卖过羊肉啊？是你吧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
我待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不自在的。你要是看不顺眼，行，随你便，我听你的，行了吧？那你把衣服换上。不换。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，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，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，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。疼吗？一秒没看住你就成这样，真行！手机掉锅里能用手捡的？傻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本能反应嘛。背个词条能成这样？我说你用功还是不用功啊？很快就会好的。你看，我放嘴里，降降温。哎呦，一会儿就好了。3心2意了吧？想什么呢？是不是想沈谢之了？嗯，是。后悔了？后悔倒不至于。哎呀，我那会儿也正好在看经济学的词条，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看看。经济学词条 ，A 和 B 2个人，双方至少有一方变得更好，同时没有任何一方受损，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。哪儿和哪儿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就是说我和沈谢之吗？有的恋爱还不如不谈。要是在一起之后，对方会变得更差的话，别嘴硬啦。你现在啊，就是在经历一个阶段，很正常，所以别人才说嘛，无爱一身轻。所有的爱情都是有遗憾的，这样才会让人念念不忘啊。行了，我陪你。进来，老李，来。任先生，这位是我的特助秦瑞，在我这儿专门负责家事案件。任先生好。您好。他之前代理过很多家事案件，有想法有能力。您和您夫人离婚的案子就交给他去办。好，秦律师能够得到娄律师和叶律师的极力推荐，想必他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期待你的表现啊！谢谢。任总特别交代我来配合您处理离婚官司的一切事宜。按照您的要求呢，我准备了一些资料。这是任总的股权资料，这是任总的银行流水，这是任总这些年的缴税记录，还有这些是任总的房产资料和不动产资料，以及当时的转账凭证和合同复印件。您看一下。谢谢，还挺全的。啊，我记得当时在经济圆桌会的时候，白女士有提到过一位姓刘的秘书。以防万一啊，任总还特别交代，让小刘把他和任总这3年的聊天记录全部打印了出来。涉及公司机密的地方呢，先都涂黑了。如果有哪段对话能够成为证据，再让他提供原件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小刘的话，任总安排了他今天加班，事先都交代过，全面配合您这边的所有要求。我倒是想问一下，公司有没有什么人和任董还有白女士关系比较密切的，能了解他们的关系？小刘跟任董的时间更长一点，他应该会更了解一些。好，那麻烦您把他请进来一下。好，那您稍等一下。辛苦。
钱真的可以粉饰太平，离婚这么闹心的事儿，都可以如此赏心悦目。法官，宋承浩小朋友给你带过来了。好，谢谢老师啊。不客气，你们先聊。麻烦老师帮我们带下门啊。好，来，小朋友坐。叫宋承浩对吧？对。好，你之后想跟谁生活？听听你的意见吧。好。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，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，让恨释怀爱能如初，开垦生活的荒芜，同行一路多盼望。让我做破晓的风，吹散所有苦痛，让我做单身的舟，公道自在。人心之中多少呼喊，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的火，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，这掷地有声。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。